最新一季嘅13F 報告出爐啦，而其中有幾個交易可以話係震驚咗成個華爾街。我哋睇到有大賣空原型之稱嘅傳奇投資人 Michael Burry， 竟然喺所有人都睇淡嘅時候，重倉殺入一隻股價已經腰斬嘅瑜伽褲股。同一時間，股神巴菲特竟然靜靜雞買入一間麻煩纏身、股價同樣大跌嘅醫療巨頭啦。呢啲操作究竟係刀口噬血嘅豪賭，定係我哋凡人睇唔明嘅高明佈局？今日我哋就一齊潛入深海，睇下呢啲投資巨鯨喺2025年第二季到底喺度玩緊一盤點樣嘅棋。我哋會拆解 Bill Ackman 點解夠膽死喺市場恐慌嗰陣掟超過10億美金去買 Amazon， 仲會分析點解 Nvidia 股價升到上太空，但係 Daniel Loeb 仲要加碼，佢個信心究竟由邊度嚟？坐穩啦！今集內容絕對會引爆你嘅投資思維。好，開始之前照舊提提大家，本集所有分析與數據均基於最新公布嘅13F 文件，所有內容只係資訊分享，絕對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㗎。投資始終有風險，入市要自己做足功課。另外，富途牛牛8月而家有一個超抵嘅新戶優惠，最高直接送你1800蚊獎賞，你可以選比特幣、超市禮券，甚至特斯拉股票，只要存入指定資金就能攞到。而且你用我嘅專屬邀請碼 KSBY 去開戶，仲會再加碼送你200蚊現金券。開戶流程亦都超簡單，下載 APP 進入活動中心，輸入 KSBY 呢個兌換碼，按步驟完成開戶同存款，獎勵就到手。有興趣嘅朋友，資訊我都放喺下方資訊欄，有詳細活動連結同教學圖解。當然最重要嘅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內容，就記得 CLS， 即係 comment、like 同 share，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最重要係喺留言區話我知你對今次13F 報告有咩睇法。OK， 我哋先拉高一個層次，睇下今次所有基金嘅集體行動，話咗一個點樣嘅市場故仔俾我哋知。簡單嚟講，第二季個市就好似坐過山車咁，季初因為啲關稅政策，個個嚇到雞飛狗走，但好快又因為企業業績好，加上 AI 個故仔越吹越行，市場情緒180度大反轉，由恐慌變咗做狂熱。咁啲錢點走呢？啲數據好清楚，就一個字：衝啊！衝去邊？衝翻入科技股。我哋睇到資金好明顯由第一季大家用嚟避險嘅必需消費品、公用事業呢啲防守性板塊，大規模咁輪動翻去以科技股為首嘅成長股。羅素1000成長股指數第二季飆升咗17.8%，但係價值股指數淨係升咗3.8%，個對比好誇張。所以整體嚟講，成個市場嘅風險胃口大開，大家唔再驚經濟衰退，反而係擁抱由 AI 帶動嘅科技復甦。呢個就係今季13F 報告背後最大嘅宏觀背景啦。好啦，宏觀睇完，而家我哋戴上顯微鏡，逐個睇下嗰啲最聰明嘅大佬具體做咗啲乜嘢。第一個故仔，主角係大賣空原型 Michael Burry 同佢對 Lululemon 嘅一次驚人逆向壓注。佢嘅 Science 資產管理公司今季新買入咗價值差唔多1200萬美金嘅 Lululemon 股票，一夜就令佢成為基金嘅第二大重倉股，佔比高達21.12%。呢個操作老實講真係好有孤注一擲嘅味道。Lululemon 呢隻曾經嘅華爾街寵兒，2025年股價因為北美增長放慢，競爭又大，跌咗差唔多一半。市場普遍都覺得佢高增長嘅股仔玩完㗎啦。但 Michael Burry 嘅投資哲學核心就係喺市場極度悲觀時揾俾人錯殺嘅優質公司。咁佢到底睇到啲咩市場冇完全反映嘅嘢呢？我嘅分析係，首先佢睇到 Lululemon 嘅品牌護城河仲喺度，佢嘅品牌忠誠度、專利布料同高達58%嘅毛利率，唔係話複製就複製到。跟住呢，佢可能覺得增長潛力俾人低估咗。雖然北美市場係慢咗，但佢嘅國際業務，尤其係中國同埋男裝品類，仲增長得好快。最後，亦都係最吸引嘅一點，就係個估值，股價跌到咁，預期市盈率得返14倍左右，對於一間咁強品牌嘅公司嚟講，真係一個好罕見嘅折扣。所以呢個操作對我哋普通投資者嘅啟示就係，佢提醒我哋，當市場情緒由極度樂觀變做極度悲觀嘅時候，往往就係最好嘅買入時機。我哋應該關注嘅係公司基本面係咪仲穩陣，而唔係齋跟住股價嘅下跌趨勢。跟住落嚟，第二個故仔係股神巴菲特同 David Tepper 兩大巨頭。英雄所見略同，齊齊抄底 United Health。今季股神巴菲特嘅 Berkshire Hathaway 終於揭曉佢支神秘持股，就係買咗價值15.7億美金嘅 United Health。同一時間，另一個出名逆向投資嘅大鱷 David Tepper 更加將佢嘅 United Health 持股激增733%。哇！兩位頂級價值投資者一齊去接一把跌緊落嚟嘅刀，呢個信號本身就非常強烈啦。United Health 今年股價真係好慘，醫療成本飆升，政府調查，CEO 突然走人，仲有單好大鑊嘅網絡攻擊，搞到股價腰斬，市場嚇到魂飛魄散。但呢個環境正正就係巴菲特佢哋最中意嘅，用好平嘅價錢買一間好偉大嘅公司。我認為佢哋嘅邏輯
首先係睇中公司深不見底嘅護城河。United Health 係美國最大嘅私營健康保險公司，佢個垂直整合模式好難複製。其次，人口老化呢個趨勢唔會變，長期需求有保證，再加上股價暴跌後市盈率得返12倍左右，提供咗巨大嘅安全邊際。呢個係一個黃金嘅價值投資機會，而且佢哋可能睇到啲問題係可以解決嘅。巴菲特最熟保險，佢知醫療成本上升，可以喺下一年調整保費嚟解決。呢單交易話俾我哋知，當頂級價值投資者一齊出手買一隻落難天使股嘅時候，通常意味住市場嘅短期恐懼可能創造咗長期嘅價值屈地。如果我係你，我會開始關注呢啲因為短期壞消息而被過度拋售嘅行業龍頭。第三個故仔，我哋講返 AI 主線。主角係 Daniel Loeb 同佢對 Nvidia 嘅信仰充值。喺 Nvidia 股價不斷創新高嘅時候， Daniel Loeb 嘅 Third Point 唔單止冇食糊走人，反而將佢嘅 Nvidia 持股增加咗93%，價值去到4.42億美金。呢個係一次對 AI 革命會持續深化嘅堅定押注。Daniel Loeb 嘅睇法係，市場喺季初對關稅經濟衰退嘅擔憂，令到 Nvidia 被錯誤定價，所以佢捉緊機會再次入場。佢嘅信心來源好簡單啦，就係 Nvidia 不可撼動嘅護城河。由佢喺 AI 數據中心嘅硬件霸主地位，到鎖死開發者嘅 CUDA 軟件生態，再到 CEO 黃仁勳承諾每年推出新款勁晶片嘅創新週期，呢啲都令對手難以追趕。Daniel Loeb 嘅舉動表明，即使 Nvidia 估值好高，但係頂級投資者覺得佢喺 AI 領域嘅結構性增長潛力仲未完全反映喺股價度啊！呢個係對 AI 係未來10年最重要技術變革，呢個宏大敘事嘅最高級別確認。好，講完歐美巨頭嘅操作，我知道好多聽眾最關心嘅始終都係中概股啦。對於我哋呢班關注中港市場嘅投資者嚟講，睇下呢班全球頂級基金點樣佈局中概股，可以話係今次 13F 報告入邊最有價值嘅洞察之一。我會將呢 part 叫做巨鯨喺中概股上嘅對決。今季頂級基金經理對中概股嘅態度可以話係天差地遠，有人睇好，有人睇淡，好似打對台咁。首先睇好嗰邊有價值投資者李錄嘅喜馬拉雅資本，佢新建倉咗價值4.82億美金嘅拼多多，一夜就變咗第2大重倉股，連段永平都增持咗拼多多。但係另一邊廂呢，睇淡嘅代表就有 David Tepper， 佢就大刀闊斧咁減持咗阿里巴巴、拼多多同京東嘅倉位。不過全場最戲劇性嘅一定係 Michael Burry， 佢上一季先高調做空緊阿里同京東，點知今季啲文件顯示佢已經將所有空頭倉位平晒。點解會有咁大分歧呢？買入拼多多嘅邏輯好可能係壓住緊中國新一代電商龍頭嘅2大引擎。第一係佢喺國內下沉市場嘅統治地位，喺而家呢個經濟環境下好有防禦性。第二就係佢個海外版 Temu 喺全球嘅成功，簡直係幫公司開咗條新嘅高速公路。呢個係對中國企業出海能力嘅一次豪賭。咁 David Tepper 又驚啲咩呢？佢嘅減持就反映咗更宏觀嘅擔憂。可能覺得中國消費復甦唔明朗，加上監管壓力同中美關係緊張，揸住中概股嘅風險回報唔再吸引。至於 Michael Burry 平倉，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信號，唔一定代表佢轉態睇好，但係至少話俾你知，佢覺得中概股再大跌嘅空間有限，做空最肥美嗰段肉已經冇咗。咁呢啲分歧對我哋中港投資者意味住啲咩呢？首先，盲衝中咁買一籃子中概股嘅時代已經過咗去，揀股變得前所未有咁重要。第二，市場嘅焦點明顯由傳統嘅阿里轉向更有活力、有海外故仔講嘅拼多多，呢個係一個新舊龍頭權力交接嘅信號。最後亦都係最關鍵嘅一點， Michael Burry 嘅平倉可能暗示市場對中概股極度悲觀嘅情緒可能已經見咗頂嘅。雖然宏觀風險仲喺度，但係最恐慌嘅階段或者已經過去。呢個為有風險承受能力嘅長線投資者提供咗一個重新審視優質股嘅機會。講完中概股呢一個咁大分歧嘅戰場，我哋再睇翻成個市場，除咗單個巨鯨，成群結隊嘅抱團股動向都好有趣。今季最受華爾街追捧嘅股票，毫無疑問就係 Amazon、Alphabet、Nvidia 呢啲科技同 AI 巨頭，幾乎所有大基金都喺度買。呢個共識非常強烈，但係呢種共識係蜜糖定係毒藥？當人人都睇好嘅時候，我哋反而要更加小心。另一方面都有啲被掟棄嘅孤兒出現，例如 Tiger Global 一個咁出名嘅成長股投資者，竟然喺 DoorDash 業績亮麗嘅時候差唔多清倉走人。佢可能覺得 DoorDash 股價升得太快，估值太貴，寧願將啲錢擺落佢覺得更有爆發力嘅地方。例如佢今季就大舉增持咗 Reddit。呢啲分歧正正就係市場最有趣嘅地方。有人睇好，有人睇淡，顯示出即使係頂級基金對未來嘅睇法都唔一樣。好啦，講到最後，我一定要同大家潑一盆冷水。記住 13F 報告有45日嘅延遲，我哋而家睇到嘅係巨鯨們1個半月之前嘅報告，所以第一，
絕對唔可以盲目抄功課。你要諗下喺呢45日裏面市場發生咗啲咩變化，例如一間公司出咗份差嘅業績，或者有新嘅監管政策，巨鯨可能已經走咗路，但你而家先跟住入市就可能接咗火棒。第二，巨鯨都會犯錯㗎，佢哋唔係神，所以將佢哋嘅操作當成一個研究嘅起點而唔係終點。最重要嘅係理解佢哋買入或者賣出背後嘅邏輯，再結合你自己嘅判斷。總結嚟講，2025年第二季嘅13F 報告話俾我哋知一個核心主題，喺宏觀唔確定嘅環境中尋找結構性嘅增長機會。AI 依然係最主要嘅故事線，但同時一啲聰明嘅價值投資者已經開始喺市場嘅廢墟裏面尋寶。我嘅觀察呢係未來一個季度市場會繼續喺 AI 狂熱同價值回歸呢兩條線之間搖擺。如果我係你，我會關注兩樣嘢。第一，邊啲公司能夠真正將 AI 技術融入自己嘅核心業務，而唔係齋靠吹。第二，邊啲優質公司因為短期問題而被市場拋棄，可能提供咗難得嘅上車機會。今日我哋解讀咗過去，但如果你想知道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